到我美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美国 Ramon 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合伙人 Jason 徐亮。今天呢，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主要是有关在应用专利中如何对于 UI 人机界面呢进行保护。那么我想分享的包括的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主要想讲一下在美国对于这个 UI 界面保护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第二部分呢，那我就会分享一下怎么使用专利对于这个 UI 界面进行保护。有关第一部分的历史方面，在美国历史中呢，对于 UI 界面保护也是非常的有趣。在80年代前呢，在这边呢，对于这个 UI 界面保护基本上都是以商业秘密和版权来进行保护的。那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在80年代以前呢，很多的这些 UI 界面都是非常独特的。那么程序员呢，在后面的源代码中呢，都是用了很多的技巧。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想要保护那些源代码技巧，所以他们想通过这个版权和这个商业秘密形式来对这个源代码产生的这个 UI 界面进行保护。那么在80年代以后呢，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美国的第9巡回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说是UI 界面不受版权保护。那么第二呢，在80年代以后呢，越来越多的 UI 的这个以前的独特性都被去掉了。那么越来越多的 UI 呢，界面呢都是更加统一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是在80年代以后呢，在美国历史中呢，是越来越多的都是使用专利来对于这个 UI 界面进行保护。那么怎么样用专利来对 UI 界面进行保护？ UI 界面呢，主要是分两种，第一种呢是静态，第二种呢是动态。那么对于静态的 UI 界面，最合适的专利保护方式那就是外观专利。那么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这个外观专利它取证比较方便。那么以后你在专利权人在维权的时候呢，并不需要知道对方源代码，你只要是把你专利中的图片和这个对方的专利的外观，对吧，进行对比，那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呢是静态的 UI 界面它的新颖性本来就是体现在它的这个静态的图片中。那么这样呢，用这个外观专利来进行保护呢，就是非常合适。那么对于动态的这 UI 专利它的保护呢，即使用这个外观专利，也可以用使用专利。那么就要分它是怎么样的动态 UI 界面。有一部分的动态 UI 界面呢，它的这个新颖性主要是由静态的 UI 界面组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外观专利来进行保护那一部分的这个动态 UI 呢，就非常合适。那么还有剩下一部分这个动态 UI 呢，它主要是和人机互动或者是这个视觉感受这部分有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外观专利就不合适了，那么就要用实用专利。那么在实用专利中呢，就能撰写出这个人机界面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新颖性是在哪里，对吧？当然了，用实用专利它有利有弊。它的弊端呢，当然就是在取证中，那么如果是你要维权的话呢，很多时候必须要拿到对方的这个 UI 界面的源代码。那么在美国诉讼中呢，专利权人可以通过事实举证的方式来拿到对方的源代码。那么在中国的专利诉讼中呢，事实举证就非常少，那么就可能就要通过 reverse engineer， 那么就说是反向推理的方式来拿到有关的这个证据。那么有关最后一点，我想讲一下是有关用实用专利来保护动态 UI。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撰写这个专利中必须要这个符合美国的这个101客体条款。那么101客体条款呢，它的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是你的这个专利的权要不能太抽象。那么所以说呢，在保护这样类型的这个动态的 UI 界面中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是在撰写专利中呢，要把软件因素和硬件因素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由软硬件共同来显示出你的新颖性，这样的话就能最大范围的符合美国的101客体，以达到利用专利来保护 UI 界面的目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